好，我们今天讲桂枝甘草汤的最后一篇第一篇我们谈到桂枝甘草汤发明的前因后果，还有中医发汗治病的底层逻辑，还有常见的误区。那第二篇我们讲了桂枝甘草汤在后来的2000年里被反复验证的临床用法包括呼吸道疾病和这个心血管疾病。那每个药物的结合它都会涌现出新的作用是吧？桂枝甘草汤也是一样，它的涌现作用就是治疗暴聋，现代医学叫突发性耳聋，民间叫耳中风。既然叫中风那么和脑中风是一个道理，突发对，它只是它的那个血管堵塞的地方不一样它是在内耳。那遇到突发性耳聋就首先要考虑是不是心血管的问题，病人有没有三高心脏病史脑中风史这些，那发病之前有没有生气压力熬夜这些那耳中风虽然没有脑中风那么危险，但是拖延不治的话也会影响以后的听力，而且还可以并发脑中风，对吧？可能一起堵。但如果大家突然这个听力下降那最好去医院做个检查避免继发脑中风。其实在医院遇到蛮多的，就是大发脾气情绪的那种，可能会引起血压。对，有可能就是内耳的微循环堵着了。对那如果大家有条件测血压的话，发现已经很高，那大概率就是高血压引起的那怎么办？大家可以参考之前的视频了解中医是怎么处理这个急性高血压。那紧急的时候就不至于束手无策。然后我们说桂枝甘草汤适合平时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保健可以预防高血压中风但是如果你已经高血压要中风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快速降压。那如果已经不幸中风了只要过了危险期那么也是可以用这个桂枝甘草汤保健可以帮助我们尽快的恢复了。所以急性高血压就不要用那慢性的高血压病那就可以用好，那如果我们检查了确定不是血管的问题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这个生气压力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病毒感染引起的。这时候桂枝甘草汤就可以派上用场是吧？我们说这个肉桂适合这个真菌还有病毒感染那我们先看一个案例是广中医周福生老师的医案那病人情况是这样的，29岁男性突然耳聋1个月。那病人他曾经看过其他中医用常规治耳聋的方子没有效果。那么周老师就想换一个思路他就问病人你这个耳聋是怎么得的？病人就说他是感冒以后出现。这个是蛮多的对，蛮多的是吧？那周老师就知道了，这是感染引起的。不过原文他是这样子说的，叫病起于感冒过汗之后为什么强调过汗？因为古人认为汗为心之液，那出太多汗的话就会伤这个心气，心气那就会影响到听力了。也就是这个是心气虚引起的耳聋。当然这个是周老师的解读了，太重了。对，也是很主流的认识。那我们换个角度来认识其实就是病毒感染引起。对那我们说发汗法它是中医治疗感染的办法一般适合感染初期太阳伤寒阶段。那免疫力还没有跟上的时候用这个产热发汗法是有效的但是发汗以后并不一定好它有可能进入慢性期中医就叫太阳中风阶段。那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可以看看这2个视频我们就不细说了。为什么我们会判断感染没有好？因为原文里提到病人有怕冷的感觉。中医说的畏寒它不是简单的怕冷，它是一种对温度变化的过敏。很敏感对，为什么会过敏？因为感染以后人体会通过升温来抑制病毒所以每一个体温都很宝贵的，不能白白流失。所以病人对一切可能夺走体温的条件都会特别的敏感，都会特别避开。对不对？所以比如说空调风扇这些我就会关掉，而且还会把衣服穿好穿满，是吧？人体自保对是很对。那中医就观察这个怕冷和环境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对是病人自己感觉过敏。怎么知道因为在一般人不觉得冷的环境里这个病人会感觉冷。所以大夏天穿到厚厚的神经病这样。所以中医就把这个怕冷当作病症叫做畏寒。那么一般感染的时候我们不只会怕冷避寒，还会主动产热我们叫做恶寒吧。畏寒跟恶寒。肌肉颤抖以产热以升温。对了那有关这部分内容大家想了解多一点的话可以参考这个视频。那么除了畏寒病人还有心悸说明他心脏工作不太好。对那血压应该也是偏低的
哦，所以脉哦，它记录是细软无力的，都是低血压的脉。那可见得病人他应该是一个白面书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无法恶寒传人，因为资源不够嘛。对啊，对，他是比较所以他就一直处于那种敏感的状态。对，他就只抖一能转为下慢性又。无力了，然后再做一下功，然后又无力了。对，就是这样，消耗战哦那病人还有乏力这个乏力也是感染的表现，对吧？是对抗感染的一个积极因子通过减少病人的主观性集中火力对抗病毒。那么周医生用的药就是桂枝甘草汤主流中医认为这个桂枝甘草汤可以补心气所以桂枝用了12克，炙甘草用了8克，还加了一点石菖蒲。桂枝才12克，对，桂枝12克，它量都不大，效果怎么样？吃了2剂病人的听力就明显的增强而且心悸和怕冷的感觉都没有了这就说明桂枝甘草汤治对的根本对吧？这里教大家一个技巧怎么判断这个中药是治标治本你的医生是上游还是下游医生最重要就是看吃了药以后的整体感觉只要是治对了，那么整体不舒服的症状都会一起改善。比如说他的怕冷他的心悸但如果只是一个症状变好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治标下游治疗对，可能你停了药，那个病又回来了。都是中医，但是疗效差别会很大不是因为药不好，而是因为治疗的重心在哪里在上游还是在下游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我们都详细谈过。都要做上医，对，要做上游医生，要识别上医的病人。对，之前我们听很多人说，新冠感染以后，耳朵突然听力下降，很多，或者是说打疫苗以后也会是吧？其实都是慢性感染，因为疫苗也是这个弱化的病毒嘛。对其实都可以用到桂枝甘草汤可惜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可以用了。对，会因为临床太多，就是打疫苗后遗症，包括肌无力各种白血病很多。对。那现在过了2-3年听力可能就比较难恢复了。不过大家也可以试看15克的肉桂再加10克的生甘草说不定也有效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些临床案例第一个就是桂枝甘草汤，它治疗心脏相关疾病。一篇发表在福建中医药杂志的医案，说的是病人心悸心痛胸痛吃了很多止痛药没有用摸脉呢发现已经微缓了，也是心脏不好低血压那医生就用桂枝甘草汤桂枝18克，甘草9克，一服药疼痛就消失了效果特别好。那我们自己有一个医案是吧就是王妈妈的胸闷当时王妈妈感觉这个胸闷然后胸口憋着不舒服，只要喊出来才舒服。生理之外都能听到他声音，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的确是，当然也有些人以为脑子不正常对，其实是胸闷，是真的症状太难受了。那我们考虑就是心脏问题，对吧？我们用桂枝甘草汤，肉桂6克，甘草2克，保温杯泡着喝后来喝了几次症状就缓解了，是吧？好像1-2天他就很明显，对，就已经不喊叫了。那还临床还有一种头晕就和这个心脏不好、低血压有关。他病人除了感觉头晕眼花，还会有心悸、胸闷，甚至胸痛的感觉，这也可以用到桂枝甘草汤。我们在讲肉桂的视频里讲到了，肉桂它是治疗心悸的特效药，因为它可以整体改善这个心脏、血管、血液和血流。临床只要判断病人有心血管的问题或者症状，都可以用到肉桂。比如最常见的更年期女性的心慌还有正在读书的上班压力比较大的女性，也是常常会心慌一般都和甲亢有关这种因为激素波动引起的心悸用肉桂就很好。那我们就曾经有个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躺下来心脏就开始跳影响了睡眠，是吧？那她的男朋友就找到我们开的方子就是桂枝甘草汤10克的肉桂加上5克的生甘草泡保温杯喝后来她的男朋友就反馈讲喝了几天症状就消失了所以效果也是很好，大家可以试看。那我们在上一个视频还提到桂枝甘草汤可以治疗呼吸道疾病，是吧？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亲身案例是我们的一个亲戚那天我们家庭聚会的时候发现他原本没有咳嗽的，对吧？但是太阳一落山，傍晚的时候他就开始咳了那我们就问他他就说3个星期以来，每到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喉咙就开始痒了就咳嗽，是吧？玄学的话就说
妖鬼蛇神出来了。对，然后他自己吃了很多止咳药都没有用。但后来我们判断是这个病毒感染引起的。尤其他刚好更年期。体质比较弱，所以就给他用了桂枝甘草汤。量比较大，桂枝用了60克，生甘草用了15克。用薏米水来煮。后来他就反馈了，吃了半副药就好了。这个效果也是很快。可能跟这个药量有关。后来我们时常用肉桂治疗这个呼吸道感染，只要确定不是细菌感染，效果都很好。尤其是什么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支气管炎，效果特别明显。具体细节是怎么用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学起来，以后遇到感染就不用怕了。好，那么桂枝甘草汤的解读我们就讲完了。大家可以反复看，笔记记起来，意犹未尽有机会大家用感受一下中药的魅力。最重要的是这个方子它在以后会频繁的出现。因为后世很多方子都用到它。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基础打底方。对，底方。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按赞订阅，把影片分享出去。我们下次再见。